听民间故事，品百味人生，欢迎收看老李故事会，记得点关注啊！老许真不会脑筋急转弯，就对村长的媳妇叶青青解释说，那天早晨吃过了早饭，我就跟村长到第5村民小组去了，直到吃完午饭后，我和村长才回来。村长媳妇叶青青转念一想，这跟村长冯永大说的不一样。村长说是一早就去镇里开什么新农村建设会议去了，老许咋就说是到第5村民小组了呢？这里头肯定有一个人是说谎的，就用那种疑虑的眼神盯着老许追问，那天早晨你和村长到第5村民小组到底干什么去了？老许就说，村长说是让我跟着他去一起搞民情调查。村长一头扎进那个香秀家里，我就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小香秀是村长另一个相好，那个小娘们儿有几分姿色。小香秀的男人是在去年下井挖煤时死在井底下，村长冯永大就时常的到人家那里体贴关怀，一来二往，小香秀就跟村长有了那么点风流事。村长的媳妇叶青青万没料到，叫他这么一审还另有收获，就继续乘胜追击，怒目圆睁的追问道，你说的都是真话？若是有半点假话，天打五雷轰，我老许不得好死。老许又喃喃地说，其实若不是你家的狗被人毒死的话，你就是打死我也不可能说这些，我是为了澄清自己没有机会下手，才不得不把这些全说出来的呀。村长的媳妇就挥挥手说，行了行了，你走吧，我们家的狗被毒死的事儿跟你没啥关系了。老许就如释重负的走出了村长冯永大家的门。杏花是在村长冯永大自己在家的时候来的，村长的媳妇叶青青当时不在家。村长的媳妇叶青青跑回娘家跟愣头愣脑的弟弟商量，要好好治一治第5村民小组的小香秀。弟弟就说，这事好办，你不用出头，我雇几个人狠狠的收拾收拾这个骚娘们儿，让她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叶青青就点头赞同的说，别下手太狠了，一旦打坏了，那咱们可就沾包了。弟弟说，姐，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那几个哥们干这个绝对是行家里手。杏花当着村长冯永大的面，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村长呀，我的确恨你家的那条大狼狗，你家的这条大狼狗差点要了我的命，可是我光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胆量呀。村长冯永大叼着一支烟，有一搭无一搭的听着。杏花感觉到有些不妙，怕是村长冯永大对自己也不相信，就哭得更厉害了，身子一拱一拱的。村长冯永大这才有些心软，就走上前搀扶着，杏花，你这是干啥呀？只要你把事说明白不就行了吗？杏花就哭哭咧咧地说，你是硬逼着我说呀，那天早晨吴四愣子开着4轮子帮我趟地，一大早不到6点钟，我就坐着吴四愣子的4轮子下地了，直到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才回来。啥？跟吴四愣子一块儿汤的去了？杏花点点头。吴四愣子的媳妇前年得疾病死了，就对鼓鼓溜溜的杏花有了那个心思，若不是村长冯永大从中横着，怕是2个人早就跑到一块了。村长最担心的就是杏花成为吴四愣子的人，若是这样的话，村长就再也不能明里暗里地跟杏花扯了，杏花也不会再跟村长扯了。杏花是那种很有头脑的女人，村长早就点拨过，假如她跟吴四愣子好，杏花白种村子里100多亩的机动地就得收回，杏花就不敢跟吴四愣子好。杏花泪水连连地说，村长，我也是没有办法才求吴四愣子给我趟地的，再不趟的话，那苗就长得太高太壮了，就趟不了了。
村长冯永大冷冷地说：“吴四愣子没把你给烫了吗？”村长，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这是我可是听你的。别看吴四愣子像只馋猫似的围着我转来转去，我的一根毫毛都没让他碰过。不信，你现在就检查检查。村长冯永大倒是想检查，但又怕媳妇突然间杀回来，只好作罢，搓搓手说：“杏花，你先回去吧，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再好好检查检查你。”叫那条死狗这么一折腾，村长冯永大也算是有了点新收获。杏花能说出吴四愣子给他汤的事儿，足以说明杏花对他还算是忠心耿耿，但也要提防着吴四愣子，别让这小子跟杏花走得太近。窝窝囊囊的苏小顺是在天煞黑的时候偷偷的钻进村长冯永大的家里来的，手里还拎着2只烧鸡、2瓶好酒。苏小顺是村里出了名的胆小鬼，更是出了名的受气包。若是出现类似的事件，十有八九都往这个直不起腰来的男人身上推。这一回怕是苏小顺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才赶紧跑到村长家里说个明白。村长听苏小顺解释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名堂，就厌烦的摆摆手说：“小顺呀，行了行了，谁毒死我家的狗，我心里明白，你就不用再解释了。”村长的媳妇叶青青也说：“小顺，你别没屁疙拉嗓子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苏小顺就恨不得给村长2口子跪下了，带着哭腔说：“村长，我恨你家这条大狼狗一点不假，这条大狼狗掏的我家小子至今还上不了学，为这我还把俺家的生子狠狠地打了2巴掌，直埋怨生子，若是不斗那狼狗，狼狗哪能把你掏了呢？不信你到俺家问问去。”村长2口子哭笑不得，这真是个纯正的窝囊废，这小子绝对不敢说假话，就凭这小子这么一出，再怀疑人家实在太过意不去。村长就说：“好了好了，小顺，我家的狗怎么死的，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走吧，别再胡思乱想了。”苏小顺当即给村长2口子跪下了，连连说：“村长，太谢谢你们了，多亏了你们火眼金睛，明察秋毫，还我一个清白，要不我连死的心都有了。”村长2口子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苏小顺真就是一点不担事儿，不是他毒死了大狼狗，还吓成这样。苏小顺兴奋无比，边走出村长家的大门边叫喊道：“村长说了，他家的狗不是我毒死的。”苏小顺走出村长的家门后，仍在重复这句话。村长媳妇叶青青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苏小顺跟疯子差不多，太有意思了。其实不用苏小顺解释，村长2口子也不会怀疑到他头上。那天一大早，苏小顺2口子就背着被狗咬伤的儿子到镇里换药打疫苗去了，直到下午3点多钟才背着孩子回到村里的。回到村里时，村长家的那条大狼狗早就没气了。天杀了黑，村长2口子谁也没心思吃饭，都在琢磨着到底是谁把家里那条大狼狗毒死的。村长冯永大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老许身上，他在想，肯定老许怀恨在心，虽说当时他不在家，但他的媳妇和孩子都在家呀，说不上他家哪个人做的案。村长媳妇叶青青就怀疑是杏花这个骚娘们儿干的，这个骚娘们只要有好处，跟谁都掉定，生怕惹翻了冯永大，一旦冯永大冷落了他家的日子还有个过呀。但这条大狼狗却影响了好多事儿，痛恨这条大狼狗比痛恨他叶青青还厉害。就在村长2口子各想各的事的时候，张小柱扭扭哒哒的来了。张小柱这小子的确是太有头脑了，把先前那几个重点嫌疑人当天的表现一一的调查取证后，又做了全面的分析，感觉到都有些不太像，却发现了一个新的，
重点怀疑对象。村长两口子就急切地追问，这个重点怀疑对象到底是谁？张小柱小声地说，我看吴四愣子这小子有点不太对头。自打你家的狗死后，这小子总是表现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村长冯永大联想到了许多，这个吴四愣子真有些可疑，对他冯永大意见老大了。开春的时候，听说把村里100来亩机动田让杏花白种，这小子也跟着凑热闹，说是杏花是寡妇，可以照顾，他这个光棍能不能照顾？把村长冯永大弄得好下不来台。这还不算，还跑到镇里县里好个找，镇长和书记就不咸不淡的对村长冯永大说，冯村长可以啊，风格够高的，又是给杏花包地，又是给杏花温暖的，你咋就跟人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呢？故事讲完了，想听下一集的请点关注。欢迎关注老李说民间故事，老李每天会持续更新更精彩的民间故事。